话说唐末五代时期，割据河东的晋王李克用有一年去攻伐魏州的成安。这个地方今天隶属于河北省邯郸市。李克用当时有一员皮匠名叫袁建锋，在成安的民间抢走了一个小女孩。这孩子当时只有5、6岁的年纪，聪明伶俐，很讨人喜欢。袁建锋就把这孩子进献给了李克用。李克用将其交给他的次妃曹氏，曹氏呢，让这孩子从小学习吹笙歌舞。后世的一些文章称这个小女孩为刘玉娘，而官史当中只有刘氏的记载。一转眼，当年的这个小女孩长到了及笄的年纪，15、16岁，姿色绝众，特别擅长歌舞。在一次欢乐的王府家宴当中，当时已经接掌河东继任晋王的李存勖对一直服侍左右的刘氏很是喜欢。那么酒宴过后呢，李存勖的生母曹氏就把刘氏赐给了当时还年轻的晋王。不久后，刘氏为李存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李存勖很是高兴，给这个长子取名季吉，由此对刘氏更加的宠爱。那么下魏博战河上10余年，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只带着这个刘氏跟从出兵四方。说有这么一天，宫门外边来了一个贫寒的老者，声称是刘氏的父亲。李存勖感到很纳闷，于是叫来当初进献刘氏的袁建锋询问。袁建锋把当年的情况原原本本交代了个遍。他说：臣我当年得刘氏于成安北坞，当时有一个黄须老者护之左右。李存勖马上让人把宫门外的老者领进来，让袁建锋当场辨认。袁建锋仔细观瞧过后说：正是此人。他的话一出口，一旁的刘氏直接怒了，哭着对李存勖说：妾身当年离开家乡的时候年纪虽小，但仍然略可记忆。我的父亲不幸死于乱兵之中，我当时太小，只能环尸嚎哭而去。现在这个老头一定是假冒的，请您为妾身做主。当事人的极力否认，可苦了这个黄须老丈，女儿没认成，末了还被自己的女儿推出宫门，挨了一顿打。这刘氏女不认亲爹，难免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气。究其根本，当时刘氏正与李存勖的正室韩夫人争宠，为了能在宫斗中胜出，本来出身寒微的他给自己编造了个出身名门大族的谎言。这个刘氏后来还有很多故事，后面咱们会陆续分享。感谢您来到烽火照东南，这是慢聊五代十国系列视频的第6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上一期的视频主要聊了和李存勖有关的潞州之战、百乡之战、大破契丹等大型战役。那么这一期主要和您聊聊李存勖称帝前后的一些故事。百战灭梁，夹河苦战，再破契丹，又会涌现出哪些精彩人物呢？别走开，且听我一一道来。书接前文，胡柳碑惨胜之后，晋王李存勖占领了德胜渡口，这里距离后梁都城只有200多里，如果建成军事要塞，进可攻退可守，时时刻刻都能对后梁构成威胁。于是在天佑16年，李存勖命令大将李存审在德胜隔着黄河修建了南北2座城池。后来北宋的澶渊之盟就发生在李存审修建的德胜北城。再后来随着黄河改道，德胜的南城被淹没，北城则完好的保留了下来，这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濮阳市。李存审字德祥，原名福存，年轻的时候打了败仗，当了俘虏，眼瞅着要被砍头，他指着一处危墙跟行刑人商量说：您行行好，到那墙下行刑吧，墙倒了正好能覆盖我的尸身，也算是您修好积德，让我这游魂不至于无人埋葬。行刑的人看他可怜，就答应了他，为此也延缓了一点时间。城里面有一名歌妓，此时正陪着德胜一方的主将饮酒作乐。这主将想要找个人来唱歌助兴，这名歌妓就说：您的俘虏里边有个叫福存的，是我的旧相识，可以把他喊来击节助兴。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在当时救了福存的命。那么后来呢，他跟随李汉之造了反，再后来他被李克用收为义子，并改名叫李存审。旧五代史当中说他时机之变，行军出师，法令严明，决策制胜，从无疑悔。
尤其是李存勖继任晋王之后，李存审在整个禁军当中是可以和周德威相提并论的一位人物，堪称当时的一流名将。这回李存勖让他在黄河两岸建成，只1个月多点的时间，赶在梁军做出反应派兵攻伐之前，李存审就让德胜南北两城拔地而起。这边城刚刚建起来，汴梁那边的后梁末帝朱友贞就难了受了。从德胜渡口到汴梁，赶上天好，没有阻碍，沙陀人可以在1天之内就兵临城下。这哪受得了啊？这等于是头顶上始终悬着2把利剑。于是把胡柳碑战败了的贺圭找来，再度领着几万人挂帅出征，想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德胜。面对黄河两岸的2座城池，贺圭决定集中兵力攻打南城。可是怎么阻隔北城的守军以及后续的援兵呢？贺圭想了这么一个办法，他把一些大船用竹索连在一起，外围包裹上刚扒下来的生牛皮，完美解决了防火问题。随后呢，开至德胜南北2城之间的黄河水面，晋军2城之间的日常联系被贺圭的这个水上堡垒成功的阻隔。李存勖收到战报，马上集结大军来援，可是来到德胜北城，只能望河兴叹。晋军的沙陀骑兵在路上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可是十分缺乏水战的经验。隔着河水啊，能听到对岸南城的喊杀声，可是河中间的水上堡垒让他束手无策。军中有一名为马破龙的游泳高手，趁着夜色游过黄河，来到南城探听情况，很快回来向李存勖奏报说，危窘极矣，所征鬼客。说梁人的攻势很猛，南城十分危急，城中的弓箭石块眼瞅着就要耗尽，随时都有破城的危险。李存勖听闻奏报，心急如焚，身边的大将李建吉在此时自告奋勇前去破敌。他先是在营中挑选了300勇士，穿重甲，持了一副乘小船，冲到梁军水堡专砍竹索连接处。与此同时，在上游准备好数以千计的木桶，木桶里边呢倒上油，装满木柴。尽管在规模上啊与我们以往聊过的百乡之战、胡柳碑之战等无法相提并论，然而显而易见，这是一场硬碰硬的对抗。史料记载，当时的情景是赵船满河，流石雨急。李建吉身披重铠，直说大呼，岂有一衣带水，纵贼如此？随后强行突入水堡。敢死队的队员们分工很明确，有人负责用斧子砍断竹索，有人手持盾牌掩护。就这样，贺圭的这个水上堡垒很快重新分散成了战船，上游燃烧的木桶紧跟着顺流而下，点燃了这些失去控制的梁军战船。大批的梁军兵将或被烧死，或被淹死。晋军乘机杀过黄河，贺圭眼见大势已去，撤去德胜南城的包围圈，收兵东退。这一次的德胜会战以晋军大获全胜告终。鉴于李建吉的出色表现，晋王李存勖在战后对其予以嘉奖。李建吉本姓王，许州人，早年也是先跟随李汉之。李汉之拜见晋王李克用的时候呢，从自己的营中挑选了100个骁勇善战的部下进献，李建吉就在其中。后来被李克用赐以姓名，划归到了义而军。再后来呢，李存勖取得了魏州，收编了杨师厚的银枪校节都。还记得蒋朱温的视频里面提过的魏博牙兵吗？杨师厚在魏博执政期间，效仿牙兵的机制，创建了无论待遇、训练、装备都超过一般军队的银枪校节都。到李存勖收编的时候，这支军队大概有8000人左右。李存勖将其番号改为帐前银枪都，并安插心腹李建吉因公担任指挥使。史料记载，李建吉其人有胆气，慷慨不群，临阵居旅，意气横壮。除了打仗勇猛，这个人还有个特点，每次所得奖赏一律全部分给手下将士。这一次的德胜大捷也不例外，银枪都的官兵服其勇，感其德。可是这一切也同时被监军的宦官韦令图看在眼中。在过后向李存勖的汇报中，韦令图提及了他对李建吉的担忧，说建吉以家财骤失，其趋向志意不小，不可另点牙兵。李存勖听后啊，暂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自此以后对李建吉的信任大打折扣。胡柳碑和德胜连续2次大败，
让梁军主帅贺圭一病不起。这位老将最终在万念俱灰后病死于军营。后梁末帝朱友贞在之后紧急派遣开封府尹王赞全面接管对晋军的战事。王赞到了前线之后先是从黎阳渡过黄河，打算偷袭李存勖的驻地魏州，在遭到晋军大将李嗣源阻击之后，又不得不退回了河南。而后呢，王赞效仿晋军在黄河两岸建起德胜二城的模式，在德胜的上游相距只有18里地的杨村也分别建起了2座城寨。不仅如此，他还有模有样的学习晋军惯用的小股骑兵袭扰打法，对德胜的守军造成了不间断的骚扰。短短1-2个月的时间，双方交战100余次，战绩不分上下，互有胜负。在这个期间的一次战斗中，李嗣源的心腹大将石敬瑭因为马鞍带被敌军砍断而身陷重围。有一个叫刘知远的部下冲上来救下了石敬瑭，并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他。刘知远自己骑着石敬瑭原来的战马缓缓撤回本阵。当时的人们谁都没想到这2位日后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梁晋双方在德胜杨村对峙期间，早前叛梁投晋的张万进在兖州苦守孤城，连续多次派人向李存勖求援。李存勖苦于德胜杨村战事焦灼，也考虑到张万进先后2次被逐求荣，一直没有派去救兵。张万进最后一次派去救援的使者名叫刘楚让，这是个狠人。眼见好说歹说，李存勖就是不发兵。刘楚让来到晋军的大营门前，挥刀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然后他满脸流着血，手里拿着自己的耳朵，在营门大喊：主帅急难，使我告援，既不得请，死亦何必。这样一个举动立马轰动了整个晋军大营，连李存勖本人都赞叹刘楚让好一个义士。随后就派兵救援兖州，可惜的是这个时候的兖州已经被梁军攻破，张万进被满门抄斩，而刘楚让此后被李存勖留在了身边，委以重任。德胜和杨村老这么僵持着不是个事儿，李存勖通过探哨获知梁军的粮草全部囤在了杨村后方50里的一个名为潘璋的小村庄。李存勖很快采取了行动，先做出袭取潘璋的姿态，把王赞的主力引出杨村大营，随后又以沙陀铁骑一举冲破梁军的战阵，迫使梁军再次全线溃败。在这一次双方的激战中，李建吉依然勇猛无比，奋勇杀敌。见到他伤及手臂，李存勖甚至脱下自己的战袍和玉带赐给李建吉，以此表示鼓励。然而就在这一仗打完之后不久，李建吉就被解除了指挥亲军的内外衙都将职务，改任为代州刺史。原因无他，被人打了小报告且不知收敛，他对属下的慷慨成功引起了李存勖的猜忌。这位久经沙场、满身战伤、几乎体无完肤的名将，在此后不到1年就郁郁而终，享年57岁。历史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李存勖一定是错的。他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不得人心，甚至伤害了他在亲兵将士心中的形象。但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参看一下同时期的很多案例，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撤掉李建吉。就在几十年后，同样有一位雄主前脚撒手人寰，后脚就被手下的一员猛将篡夺了江山。那人和李建吉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同样英勇善战，深得人心，忠心耿耿。如果李建吉没有被换下，参考李存勖后来的一系列神操作，类似陈桥兵变这种事儿会不会提前发生呢？天佑18年春正月，魏州开元寺一个名为传真的和尚向晋王李存勖进献了一件宝贝，据说是当年黄巢攻占长安之后这传真和尚偶然所得，并且密藏了40年。开始还以为只是一块平常的玉石，后来有懂行的人说这是传国玉玺，上面有铭文：受命于天，子孙保之。李存勖得到这件宝贝很是高兴，手下的文臣武将也都纷纷道贺，以为这是上天之命。我们现在看来这一番操作和秦汉时代谶纬伏命的把戏很相像。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有淮南的杨溥和四川的王衍送来书信劝李存勖称帝。
李存勖说起他们家世代忠孝，为国尽忠，誓死不干这种事儿，狠狠地做了一把秀。但是幕僚将佐们看准了李存勖的心思，仍然劝说不止。一来二去，该走的过场也走了，李存勖也好像被说动了，开始命人采买玉石，篆刻印信。还记得咱们在上一期聊过的张承业吗？人在太原河东大本营的张承业，听闻晋王准备称帝的消息，他专程赶到魏州劝谏。大概的意思是说，大王您世代忠于唐朝，解救国家于危难，所以30余年来，老奴我替大王搜罗军粮，招募兵马，发誓要消灭逆贼，兴复唐氏。现如今刚刚平定河北，朱家尚存，大王您突然就要登基称帝，这绝不是当初兴兵的本意。大王先灭了朱家，报了祖上的深仇，然后寻找唐氏李家的后裔，并拥其为帝，再分别消灭吴蜀，统一全国。到那个时候就算唐高祖唐太宗在世，还有谁敢对大王发号施令呢？推让的时间越久，您得到的这个江山也就越稳固。听了张承业的一番话，李存勖只说：“乃诸将何？这不是我的本意，但是众议难为呀。”张承业至此知道已经无法劝阻，当即大哭着说道：“诸侯血战，本为李家，今武王自取之，误老奴矣。”这位当时已经75岁的老人，大唐王朝最后一位忠臣，一个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人格最为高尚的宦官，在不久后于太原一病不起，与世长辞。那么在史料当中，有说他是病死的，也有说他是绝食而死的。张承业死后享受了极高的哀荣，李存勖的生母曹氏亲自披麻戴孝，以子侄之礼为其守丧。李存勖本人得知了这一消息之后也是连续多日悲痛的吃不下饭。到了后来还特意追赠其为左武卫上将军，谥号正宪，这是后话了。李存勖要当皇帝，还没当皇帝这个当口，在他的统治区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他的盟友也是他的好朋友承德节度使赵王王戎死了。王戎怎么死的呢？被他自己的义子，五代时期著名的嘴炮军事家，原名张文礼，现名王德明的，发动兵变造了反，将王戎一家老小，除了一个大梁公主的儿媳，上上下下几百口的人全部杀光。不幸中万幸的是，王戎的小儿子被军中一位义士悄悄带出王府，最开始藏在地窖，后来呢给剃光了头发，穿上僧衣，打扮成小和尚的模样，再后来通过一位楚国茶商李振的帮助，藏在砖茶的竹篓中，侥幸逃到了楚国，出家为僧。于我们节目的主线而言，这是一段不那么重要的小插曲。也正是这段插曲让我们看到了，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刻，这个社会始终都有善念与忠义存在着。而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放大一下，承德王氏从公元821年王廷凑杀掉节度使田弘正一家300余口，到公元921年王戎被杀为止，王家统治承德地区刚好100年。而王家最后的遭遇和当初的田家有着惊人的相似，冥冥中似乎也印证了那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承德兵变，王戎被杀，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李存勖正在宴请众将，突然得报他是悲从中来，酒杯从手中滑落到地上，说了这么一番话：赵王与我把臂同盟，愤如金石，何负于人，父宗绝嗣，冤哉！说着就要发兵讨伐张文礼，被幕僚拦下劝说，勉强作罢。出于正和后梁交兵，不能再树敌人的考虑，李存勖代行皇帝职权，授予了张文礼为承德留后。尽管如此，张文礼仍然做贼心虚，于是又分别向契丹和后梁求援。李存勖很快就获取了张文礼的动向，并把他派往契丹和后梁的使者送还。因为早期和王戎结盟的关系，此时承德有1万人的精锐部队正在李存勖的军中效力。张文礼又来信想要将承德主将伏袭等人调回镇州。伏袭面见晋王，哭泣着请求留下来。看到承德众将群情激愤，李存勖很满意，于是说了这么一番话，说我和赵王为了讨伐国贼，歃血为盟，情同骨肉。如今听闻了他的噩耗，我和你们一样悲痛。你们既然感念救主恩德，如果想要报仇，我可以资助钱粮兵甲，你们好好琢磨琢磨吧。有了这一番话，
伏袭率承德诸将30余人跪在李存勖的大帐门前，请求讨伐张文礼。于是，在天佑18年8月，李存勖改任伏袭为承德留后，又派出久经战阵的大将严保和史殿堂，会同伏袭的军队一起进兵承德，讨伐逆贼。人在郑州的张文礼本来就已经腰部生疮，卧床不起，再一听说伏袭等人领兵杀到，由于惊恐过度，直接死了。张文礼是死了，他的儿子张楚锦密不发丧，继续抵抗。晋军在郑州的战况进展的并不顺利，尽管第一场恶战就生擒了敌将张有顺，但晋军名将曾凭借数百骑吓退朱温的史殿堂，在这一战中身中流箭而亡。这个时候，李存勖的另一个盟友义武节度使北平王王处直那边又起了幺蛾子。王处直写信劝李存勖不要讨伐承德，被李存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给怼了回去。王处直又通过他的儿子王玉向契丹求援，手下的众将纷纷劝谏他不要引狼入室。王处直不听，结果呢，被他的义子王都率兵劫持软禁了起来。不光软禁，王处直手下一众心腹以及几个亲生儿子全部遭到了王都的清洗。王处直本人在不久后忧愤而死。北边辽国的耶律阿保机趁机挥师南下，并很快攻占了潭州、顺州，又绕过幽州攻陷涿州。涿州的守将李存勖的堂弟李嗣弼被俘。契丹大军长驱直入，紧接着又围困了定州。定州的位置大概在今天的河北省定州市，原来叫定县，86年以后升级为定州市。定州的王都看到契丹人兵临城下，赶紧第一时间给李存勖送去急报求援。此时已经赶赴郑州的李存勖命大将严保继续攻打郑州，自己领着5000精骑北上增援定州，又急调李嗣昭前来会合。天佑19年春正月，进至新城后，李存勖得报契丹军旗蔽日，人马众多，于是停军不前，等待李嗣昭的大军。大辽的皇帝耶律阿保机探听到有一小股晋军前来定州救援，便派出自己的小儿子耶律牙里果领1万精兵前去攻打。此时的李存勖面对前有契丹强敌压境，后有梁军主帅戴思远夹河袭扰，中间还有一个易守难攻的郑州，战局的态势可以说是相当不乐观。多数的将领提议退守魏州以观其变。李存勖本人对进退有些犹豫不决。刚刚上任不久的中门使郭崇韬在这个时候第一次走进历史舞台的中心，他挺身而出说道：阿保机此来多半是为了抢夺金银美女，为小吏出师必然没有死战的决心。况且大王屡破梁军，威震天下，我们只要打败他们的前锋，后面的人一定会吓跑逃走。李嗣昭率领的昭义援军也刚好在这个时候赶到。面对不同意见，李嗣昭坦然说道：大敌当前，有进无退，轻易的临阵退缩，士气极易低迷，到那时后悔都来不及。李存勖听罢大喜，一股英雄气涌上心头，说道：帝王兴起自有天命，如今遇到这区区一小股敌人就退缩的话，我还有什么脸面君临天下？于是亲自领着5000铁骑主动迎战。那么晋辽双方在新城以北相遇，契丹的1万人离着老远看到是晋王李存勖的大旗，大吃一惊之后纷纷逃去。晋军追击数十里，契丹败兵死伤无数，四皇子耶律牙里果也被生擒活捉。接到这个败报，知道了李存勖亲临的消息，阿保机也大吃一惊，随后解除了定州的包围，全军退往距离定州东北60里的望都。几天以后，双方在望都拉开阵势，一个是中原战场常胜统帅李存勖，一个是打遍塞北无敌手的耶律阿保机。当时东亚地面上2大用兵高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对面的对决。李存勖仍旧是以往偏好高风险的打法，亲率1000余骑兵率先冲阵，与契丹酋长突馁的5000骑兵相遇。双方从中午一直激战到掌灯时分，谁也奈何不了谁，不分胜负。李嗣昭担心李存勖出事，领着3000骑兵从侧翼杀进来，契丹人这才败退。晋军趁势纵兵奋击，辽兵大败。
阿保机的不败神话被打破，晋军一路追击到了幽州。当时正值数九寒冬，接连下了10多天的大雪，契丹人马没有食物，沿途冻饿而死的随处可见。大辽皇帝耶律阿保机手指上天，对降将卢文进无奈地说：“看来啊，这是老天不让我来这里呀。”李存勖沿途查看契丹人的营寨，发现铺在地上的那个稻草整整齐齐。虽然辽军败北撤退，但是这些稻草丝毫不乱。这位征战多年的晋王不由得感慨，想不到契丹人军纪如此严明，这是我们中原军队赶不上的呀。随后派出200骑兵继续跟在契丹军队后面，大队人马进驻幽州休整。临行前特意交代这200人说：“穷寇莫追，等敌人撤出国境线，你们就直接折返。”结果这200骑兵啊，想学习一下他们的主子，途中主动出击，发起进攻。阿保机听闻之后啊，大怒，心想：我要连这点人都打不过，以后回塞北哪还有脸混下去啊？当下整队列阵，杀了个回马枪，晋军的这200人几乎被全歼，只有2名骑兵侥幸从小道跑回了幽州。晋军在和契丹的对决当中大获全胜，可是攻打镇州的延保却遭遇了大败。李存勖紧急换上李思昭挂帅，取代延保。在一次伏击战中，李思昭领兵将一支1000余人的敌军击尽全歼，剩下的有5个人啊，躲在残垣断壁之间，其中1人冷不防一箭射中李思昭的脑袋，正巧李思昭的箭袋当中箭用完了，他不顾血流如注，大叫一声，拔下头上那支箭，反手射回将偷袭的人射杀。可是由于伤口无法止血，李思昭当天夜里死于军中，成为了继李存孝、周德威之后第3个离开人世的河东上将。李思昭之死啊，是这次整个承德战役中晋军最为沉重的损失。那么李存勖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也是难过了很多天。从此以后，他的身边又少了一个坚韧正直、一心奉公的重臣。镇州仿佛注定会成为李存勖的一处伤心地。李思昭之后继任的大将李存进也在这里折戟沉沙，战死沙场。早前战败的延保因为残废成疾，背疮发作也死了。尽管最后在李存审的指挥下攻破了镇州，张文礼的尸体被挖了出来，剁成了碎片，张家兄弟和一众党羽被押到魏州处斩。然而接连损失了史建堂、李思昭、李存进、延保4员大将，这场胜利背后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如果历史重来一次，不知道李存勖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呢？天佑20年，晋王李存勖于魏州称帝，国号依然是大唐，建元同光。历史上为了区分，将沙陀李氏建立的王朝称为后唐，李存勖史称后唐庄宗。按照惯例，一个全新的王朝要追尊7代祖先为帝，建立天子7庙。后唐比较特殊，把7庙分配给了2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族。除了李唐王朝的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懿宗李璀、昭宗李晔，还有李存勖的曾祖朱爷执义、祖父李国昌，以及他的父亲被追为太祖武皇帝的李克用。除此外，李存勖称帝的当天就尊其生母曹氏为皇太后，嫡母秦国夫人刘氏为皇太妃，这是严重背离了儒家礼法的一件事情，因为刘氏才是李克用的正妻。打着正统旗号的李存勖上台以后的第一件事儿，就破坏了那个时代被普遍认可的意识形态。称帝之后不久，李存勖就开始着手对后梁的闪击战。当时后唐的周边形势是南方与后梁交灼，北方的契丹屡屡入寇，西边的潞州和泽州在李思昭死后啊，其子李继韬直接率众归降了后梁，时局不容乐观，十分严峻。后唐已经没有时间和资源进行长期的对峙。恰在此时，后梁运州的将领卢顺密归降了后唐，并透露了一条军事机密：运州防务十分空虚，守军不足1000人。李存勖果断派出李嗣源领5000精兵由杨流渡河，趁雨夜突袭，一举破城。后梁末帝见运州失守，又惊又怒之下斩杀了运州的陶将，再改用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
故事讲到这里啊，我们十分有必要来大致介绍几句历史上真实的名将王彦章。王彦章字贤明，运州寿张县人。每次打仗啊，用2支铁枪，一支架在马鞍上，一支拿在手中，运转如飞，据说每支都重达100斤。这可比传说中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还要重，而且是正史当中明文记载的。说这王彦章啊，是年少从军，骁勇绝伦，所向无前，时人称其为王铁枪。为人极为忠勇，但性格颇为自负，甚至是高傲，和领导常常搞不好关系。话说这王彦章临危受命，面对的情况从近到远，分别是德胜南北城盘踞在黄河两岸，杨流的渡口被唐军重兵把守，刚刚被夺走的运州距离汴梁几乎没有能够构成威胁的障碍。王彦章先是在3天之内攻下唐军德胜南城，又顺流而下，以10万之众围攻杨流。杨流告急，引来庄宗李存勖亲率大军救援，王彦章无法取胜，只能退保邹家口。李存勖又假装要奔袭汴梁，王彦章只好从邹家口撤军，杨流就此解围。末帝朱友贞看王彦章没有成功阻击，马上又阵前易帅，由段宁领兵对抗李存勖。段宁眼看短时间内无法解救危局，想出了一个阴损且无能的狠招。他在当时的华州酸枣扒开黄河口，滚滚黄河水迅速咆哮着冲过原野。本来段宁的意图啊，是想通过河水阻止唐军进击汴梁。从后来的战局进展来看啊，真正起到的作用比较有限。可是对当时下游无辜百姓而言，这无疑是一场人为性质的巨大灾难。段宁这一疑惑后世的阴招，导致后来成为蒲州、曹州等地的大患。后唐的朝廷曾专门组织人力物力去堵塞决口，但很快就又被河水冲破。到了这一年的8月，段宁的部将康延孝投降了后唐。他的到来啊，让李存勖很是高兴，甚至当即解下自己身上的锦袍玉带，赏赐给了这位早已暗通款曲的降将。很快，康延孝向李存勖将后梁的虚实和盘托出，同时提出了一条决定最终胜负的妙计。他说，梁军啊，如果聚在一起呢，兵力的确是不少，可是眼下他们准备一分为4。陛下您现在可以养精蓄锐，等到他们分兵四出，只需要5000铁骑从运州昼夜兼程直捣汴梁，少则10天，多则1月，天下可定。这显然是一条极具风险而又特别符合李存勖本人胃口的计策。转回头，李存勖又问询诸将的看法，大多数人表示风险太大，不如两国谈判，以黄河为界，和平共处。对此，他的智囊枢密使郭崇韬表示赞同康延孝长途奔袭的想法。结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史料，后唐连续10余年战争导致经济资源的匮乏，是郭崇韬力主闪击汴梁的重要原因。这一年的9月28，李存勖正式决定执行康延孝和郭崇韬的计策。临行前，他下令全体将士的家属撤回魏州。在送别的时候啊，他对皇后刘氏说道：事之成败在此一决，若其不济，当聚5家于魏宫而焚之。说一旦我战败遭遇不幸啊，你就把家人都聚集起来，举火自焚吧。10月初2，李存勖挑选精锐步骑4万从杨流渡过黄河，转1天抵达运州，与李嗣源会合。2天以后，唐军与王彦章所部在中都发生了遭遇战，结果是唐军完胜，王彦章被唐将夏鲁齐刺伤并生擒。提起夏鲁齐啊，咱们有必要多说几句。夏鲁齐字邦杰，青州人，早年是后梁宣武军中一名小校，而后机缘巧合北投晋国，曾在重重包围中救下当时的晋王李存勖，一手持枪，一手挥剑，当场斩杀敌军超过100人。我们即使翻遍24史，也只有4个人有过这样的战绩。除了夏鲁齐，剩下的3位分别是项羽、冉闵和杨再兴。铁枪王彦章就是被这样一个狠人认出来，并从背后一槊刺成重伤，抓回了唐军大营。对于王彦章这样一个对手，李存勖是心存敬重和私心的。两人之间有过这样一番对话：李存勖听说擒住了王彦章，亲自前来探望，
并笑着问道：“听说你常说我是斗鸡遛狗的小儿，今天该服了吧？”王彦章默不作声。李存勖又问：“你也是当世名将，这中都城根本就没有城墙，你拿什么守啊？为什么没有退守兖州啊？”王彦章回答说：“大势已去，非臣智力所及。”李存勖似乎明白了什么，不胜唏嘘，然后呢，派来了自己的御医为其治疗，并劝其归降。王彦章感慨着说道：“我本是一介平民，受梁朝皇帝大恩，位列上将，和你们抗衡血战长达15年，今日兵败力穷，死生有命。就算唐朝皇帝不杀我，我又有何面目再见天下人呢？怎么能早上还是梁朝的大将，晚上就变成了唐朝的臣子呢？得死幸矣。”就这样，后梁帝国最后一位名将王彦章被斩首于任场，终年61岁。中都即下，汴京指日可待。李存勖命李嗣源率5000骑兵，舍弃全部的辎重物资，每人只带7天的干粮，全速前进，奔袭汴梁。李存勖本人领着15000人紧随其后。10月初4的晚上，从中都出发。10月初7，李嗣源的骑兵已经兵不血刃攻下曹州。梁主朱友贞接连闻报说王彦章被擒斩，曹州已失。惊慌不已之下，派人火速北上，召段宁回师擒王。讽刺的是，因为受阻于当初决开的黄河水，段宁足足晚了8天才得知汴梁危急。立即回师救驾，又因为黄河泛滥，只能绕道而行，行动更加的迟缓。汴梁的朱友贞面对唐军大兵压境，城破国灭已是定局，他不愿死于仇人之手，于是叫来控鹤都将黄甫林，说道：“我和晋人世代为仇，不能屈膝投降，等着他们凌辱诛杀。可是我又没有自杀的勇气，只好麻烦你砍下我的头颅吧，不要让我落入仇人之手。”黄甫林哭着准备挥刀自刎，被朱友贞拦下。君臣2人相对大哭，最后黄甫林杀死了朱友贞，随后自刎而死。朱友贞可以说是一个好人，他为人谦恭温和，节俭谨慎，并非荒淫之主。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好皇帝，宠信奸佞，疏远老臣，最终身死国灭。朱友贞死后的第2天，李嗣源和李存勖先后赶到汴梁，开封府尹王赞开门投降。就这样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汴梁城。李存勖喜出望外，一时兴奋过度，竟抓起李嗣源的衣服，以头相碰，说道：“我能够得到天下，都是你们父子的功劳啊！今后当与你们父子共享天下。”当时的人们谁也没想到这句话会一语成谶，最后一遍又一遍阴差阳错的还全都应验了。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这里是慢聊五代十国的第6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喜欢这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五代十国的故事仍在继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